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农历7月，夜幕沉沉，天空压着低沉的乌云，零星的雨点敲打着老宅的青瓦。灵堂设在厅堂中央，一盏盏白烛摇曳着微弱的火光，映得祖父的遗像忽明忽暗，仿佛他的目光仍在注视着这个世界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空气中弥漫着未燃尽的檀香味，还有湿泥与旧木头的腐朽气息，让人莫名心生压抑。李一凡站在灵堂外，点燃一支香，深吸一口气后，才缓缓迈步走入。头七夜，莫回头。耳边响起林伯低沉的声音，他是家族里最年长的人，也是最迷信的人。林伯，我不信这些。林一凡轻笑，声音在安静的厅堂里显得有些突兀。他向前走去，目光落在供桌上，摆放着米饭、烧鸡，祖父生前最爱的花雕酒。酒杯微微晃动，像是刚被人动过。一丝冷意从后脊窜起，他猛地回头，身后空无一人，只有黑暗的廊道和滴答落下的雨水。风吧，他自言自语，但心底却隐隐有些不安。午夜时分，外头的风声变得急促，烛火猛地被吹得摇晃不定，影子在墙上扭曲成不规则的形状。林伯手持念珠，嘴里低声诵念着什么。家中其他人都围坐在灵堂前，低着头不发一言，沉默得令人窒息。忽然叮一声微不可闻的轻响，打破了夜的死寂。林一凡心头一跳，那声音很熟悉。他循声望去，只见供桌旁的木架上，祖父生前最爱的八音盒，不知为何竟然自己转动了起来。叮叮，机械齿轮缓慢地咬合，发出的声音尖锐而悠长，旋律熟悉却又诡异，像是某种失真了的童谣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林伯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紧紧攥着手里的念珠。这东西坏了。林一凡喃喃道，正要上前查看，却被林伯一把拽住。别碰！林伯的声音颤抖，额角渗出冷汗。八音盒自己响了，是不是祖父真的回来了？一个年轻的族人颤声说道。胡说什么？林伯低喝一声，但他的眼神却闪烁不定，像是在极力压抑什么。与此同时，供桌上的筷子突然啪的一声倒下，饭碗里那双筷子像是被无形的手推翻，气氛瞬间凝固，空气变得湿冷，烛火噼啪作响，仿佛有一股无形的气流在灵堂内游荡。所有人都不敢作声，眼神齐齐落在那双倒下的筷子上。林一凡的心跳加快，他向四周看去，空气中似乎有一道模糊的影子晃动。爷爷，他轻声喃喃道，不自觉地向前迈了一步。忽然，林伯猛地抓住他的手腕，低声警告，别回头。可这句话反而让林一凡心底的疑问越发强烈，为什么不能回头？如果祖父真的回来了，为什么要害怕？他屏住呼吸，身体僵硬地站在原地，脑海里疯狂运转着各种可能。但下一秒，他忍不住了，猛地向身后瞥了一眼，空无一人，只有黑暗的角落，墙上贴着的白色纸钱微微飘动，像是有看不见的手抚摸着它们。就在他松了口气的瞬间，他的余光瞥见供桌旁的地面，那里赫然出现了一行浅浅的湿脚印，自门外一路延伸进来，停在了供桌前。心脏猛然一紧，他的呼吸瞬间滞住。灵堂的地面是干燥的，这些脚印是谁留下的？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攀上他的脊背，他猛地抬头，透过昏黄的烛光，看到祖父的遗像不知何时倾斜了一点，仿佛有人动过。谁？他低声问出口，回应他的只有窗外悠长的风声和墙上烛光下那一抹模糊的影子，似乎在悄然注视着他。头七夜，魂归家门。林伯低声喃喃，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扼住喉咙般颤抖。他真的回来了。所有人不敢吭声，灵堂的空气仿佛被冻住，时间在这一刻静止。突然，门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寂静。咚咚咚，缓慢而沉闷的敲击声，每一下都仿佛敲在人心头，沉重而压抑。林一凡猛地抬头，看向门口，却发现门是半开的。谁在敲？他的声音低哑，喉咙干涩，无人回答。敲门声依旧在持续，外头的风呼啸而过，
纸钱飞起，烛火剧烈摇摆，林伯的脸色一片惨白。他死死攥住林一凡的手臂，低声咬牙：“不准开门，不准开！”但已经晚了。林一凡下意识地跨出一步，伸手抓住门框的瞬间，一只苍白的手影悄然探进了门缝。夜风骤起，八音盒的旋律忽然变得急促，一道低沉沙哑的声音在灵堂内响起：“一凡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声音陌生，却又带着几分熟悉，像是来自某个被遗忘的梦境。林一凡的瞳孔微缩，整个人瞬间僵住。他突然意识到那声音并不是祖父的。祖父去世已满100日，按照传统，家族要举行100日祭，以示孝敬与超度亡魂。这晚，林一凡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回到老宅。自从头7夜之后，他的生活仿佛被一层无形的阴影笼罩。他不断回想那夜的声音，那陌生又熟悉的低语，如同某种无形的诅咒，挥之不去。100日祭，不可多言，不可多看，这是林伯的警告。可林一凡却隐约觉得，这背后隐藏着家族不愿提及的秘密。灵堂布置依旧，供桌上摆满了贡品，香火缭绕，烛光映照着祖父的遗像。照片中的他仍旧慈祥温和，然而林一凡却感觉那双眼睛似乎比头7时更加深邃，甚至带着些许悲凉。家族成员陆续入座，气氛肃穆而沉重，诵经声在灵堂中回荡，似乎要将什么东西镇压在这片阴暗的空间里。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一阵冷风，烛火剧烈摇晃，一道细微的低泣声从灵堂的角落响起，哭声微弱而悠长，带着哀求和悲怆，如同夜色中的幽灵，在静谧的空气中飘荡。林一凡屏住呼吸，循声望去，灵堂的角落空无一人，哭声却清晰地从那里传来。是谁？他低声问道。没有人回答，哭声依旧在继续，带着某种深入骨髓的悲怆，如同被遗忘的亡魂在夜色中呢喃。林伯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颤抖着抬起手，死死盯着供桌上的祖父遗像。不对，林伯的声音发颤，不该有女人的哭声。他的话音未落，哭声戛然而止。灵堂内一片死寂，林一凡的心脏狂跳，身旁的家族成员也纷纷露出惊恐之色。所有人都感觉到了，那哭声不属于在场的任何一个人。空气仿佛凝固，林伯的手指微微颤抖，指向供桌。那张照片不是原来的。林一凡猛地看去，祖父的遗像依旧摆在供桌上，可是照片中祖父的身旁赫然多了一道模糊的人影。那道影子极淡，仿佛被岁月侵蚀，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，看不清五官，却能感觉到他在注视着他们。林一凡的呼吸瞬间凝滞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这张照片从祖父去世以来一直未曾更换，为何100日祭之夜突然发生变化？林伯深吸一口气，颤抖着翻开一张泛黄的旧纸，上面写着一行潦草的字迹：欠一条命，100日偿还。林一凡皱起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林伯沉默了很久，眼神中透着深深的忌惮，仿佛这些字背后藏着某个不能触及的秘密。你祖父年轻时有一位未婚妻。林伯的声音低哑，缓缓说道。他死得很突然。林一凡猛然一震，未婚妻？为何家族从未提起？那时候你祖父已经定了亲，但家里却不承认那段婚约，也还被迫离开。他死在了一场意外里，但他的尸体却一直没有找到。一股莫名的寒意涌上林一凡的后背，他猛然想起那夜听见的低语：你终于回来了。那个声音分明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她的名字是什么？林一凡喃喃问道。林伯的嘴唇颤抖了一下，像是在害怕什么。他摇摇头，不该问的别问。但此刻林一凡的心中已然有了答案。灵堂外风声更紧，窗棂吱呀作响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等待着被揭开。当夜，林一凡辗转反侧，脑海里不断浮现那模糊的照片，那低气的声音，以及林伯的警告。他无法入眠，起身倒了一杯水，走到窗边，望着院子里斑驳的树影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：一凡，
一道微弱的声音在黑暗中浮现，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又像是就在耳边。林一凡猛地抬头，望向窗外院子中央，一道模糊的人影静静站立，长发披散，衣衫飘摇。月光下，他的轮廓似乎比黑夜更深沉。林一凡的手猛然收紧，冷汗顺着脊背滑落，他的指尖颤抖着，想要确认自己是不是眼花了。那道身影微微侧了侧头，仿佛在看着他，他的嘴唇缓缓开合，无声地说着什么。还我！风声刹那间卷过，林一凡猛然后退，冷汗直冒，手中的水杯掉落在地，玻璃碎裂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。他死死盯着窗外，可当他再去看的时候，那道身影已经消失了。一阵寒意顺着脊骨爬升，林一凡的呼吸变得急促，窗外的树影晃动，仿佛在低语，而他的耳畔仍然回荡着那微不可闻的3个字。还有我。林一凡颤抖着关上窗，心跳剧烈的几乎要冲出胸膛。他知道事情远远没有结束。那个人是谁？那句欠一条命，百日偿还又意味着什么？祖父到底隐瞒了什么？他无法再逃避，必须揭开这一切的真相。窗外的风声依旧，但他分明感觉到有一双眼睛仍然注视着他，等待着他去探寻，等待着他偿还。祖父去世满1年，按照家族的传统，全家人需前往祖坟进行对年祭拜。这天，乌云遮天蔽日，灰蒙蒙的天空低沉压迫。林一凡站在祖坟前，心底的不安越来越强烈。自百日祭以来，他频繁梦见那个模糊的身影，每次梦里，女子都会在黑暗中呢喃：还我，还我。林伯站在墓前，双手合十，嘴里喃喃念诵着祭文。供桌上摆满了贡品，焚香的烟雾袅袅升起。然而，当林一凡的目光落在墓碑上时，他的心脏猛然一缩，墓碑上的刻字变淡了。那块刻着祖父名字的石碑，明明才立了1年，碑文竟然模糊的仿佛经历了几十年风化，尤其是生卒年月的部分，几乎完全消失。林伯，这怎么回事？林一凡压低声音，眼中满是警惕。林伯脸色苍白，咽了口唾沫，嘴唇微微颤抖。不可能，墓碑是用上好的青石刻的，怎么可能1年就磨损？家族里的亲戚纷纷围上来，看到这一幕，脸上都露出惊疑的神色。是不是风化了？有人小声道。可才1年啊！林一凡眉头紧皱，一种强烈的不安感涌上心头。就在众人议论之际，林一凡忽然发现墓碑的右下角有一抹淡淡的划痕，像是被什么人刻上去的。他走近，仔细辨认着那些浅浅的刻痕。然而当他看清时，心跳猛然一顿。那是一行模糊的字迹，他还在。一股寒意直冲脑门，林一凡的呼吸顿时凝滞，耳畔仿佛回荡起一半低语的女声：还我，还我！这是谁刻的？他强自镇定，指着墓碑问道。众人纷纷凑近查看，但无一人能回答。是不是村里调皮的小孩乱刻的？有人试图找出合理解释。林伯沉默了很久，突然低声道：我们该走了。可是祭拜还没结束，快走！林伯的声音骤然严厉，透着一股从未有过的慌乱。众人被他突如其来的焦躁吓到，纷纷收拾贡品，草草结束了祭拜。离开墓地时，林一凡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，心跳瞬间加速。墓碑上模糊的刻字仿佛变深了一点。风吹过树林，树影婆娑，隐隐约约间，他仿佛看见墓碑旁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，黑色长发飘散，静静地看着他们离开。回到祖宅后，气氛变得异常压抑，仿佛所有人都对墓碑的意象避而不谈。夜深了，林一凡却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他脑子里满是那句刻在墓碑上的字：他还在。到底是谁还在？他索性起身，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，穿过漆黑的走廊，来到祖父生前的房间。这间房间自祖父去世后一直保持原样，桌上的茶具，柜子里的老旧书籍都未曾移动过分毫。但今晚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奇异的气息，潮湿、腐朽，还有淡淡的檀香味。他皱起眉头，随手拉开柜子，翻找祖父的遗物。就在他拉开最底层抽屉的瞬间，
一张泛黄的旧照片从书堆中滑落，落在地板上。林一凡弯腰拾起，照片已经发黄，边角有些破损。然而当他看清照片上的人时，全身血液仿佛瞬间冻结。照片上是年轻时的祖父，而站在他身边的女子，赫然就是那道站在墓碑旁的模糊身影。女子穿着旧式长裙，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，可是她的眼神死寂空洞。林一凡的手微微颤抖，心跳如擂鼓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发现照片背后有一行用钢笔写下的字：阿平，来生再见。阿平这个名字从未在家族中出现过。他猛地想起林伯曾提及，祖父年轻时有个未婚妻，死于一场意外。可是他真的死了吗？就在林一凡思索间，房间的窗户忽然吱呀一声缓缓打开，一阵阴冷的风灌入，让他猛然回过神来。他下意识地抬头看向窗户，却看到玻璃窗上映着一道模糊的身影，黑色的长发静静垂落。他猛地回头，身后空无一人。可是当他再看向玻璃，那道身影仍然站在那里。还我！耳边传来微不可闻的呢喃。下一秒，窗外猛地刮起一阵狂风，窗户剧烈晃动，桌上的物品纷纷跌落。林一凡心头狂跳，那照片竟自行飘落，正面朝下落在地上。他屏住呼吸，僵硬地弯下腰，缓缓翻开照片。照片上，阿平的微笑变了，原本淡淡的微笑竟然变成了嘴角裂开的阴冷笑意，露出一排森白的牙齿。林一凡猛然丢开照片，额头冷汗直流。这张照片在他触碰前绝对不是这样的。林伯！他猛地冲出房间，大喊道。林伯的房门打开，他满脸惊恐地看着林一凡，声音低而颤抖：他真的回来了。林一凡深吸一口气，看着林伯，目光坚定：你得告诉我真相。林伯沉默了许久，终于低声说道：这件事得从你祖父的意外婚约开始讲起。窗外风声呼啸，林一凡知道他已经站在了揭开真相的门槛上。一个关于家族诅咒、死亡与偿还的秘密即将浮出水面，而窗户外那道模糊的黑影仍旧静静地看着他，等待着他的选择。祖父去世已满3年，按照家族传统，这一天是大祥忌，意味着丧期的正式结束，家族可以除府，恢复正常生活。然而自从对年纪那晚在祖宅发现照片上的鬼影后，林一凡再也无法平静下来。他查阅了家族的旧记录，却找不到任何关于阿平的记载，仿佛他从未存在过。他真的死了吗？这个问题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林伯对此始终三缄其口，只是告诫他，有些事知道了反而无法逃脱。但林一凡已经被卷入其中，他不能退缩。3年祭的这天，家族再次聚集在祖宅，灵堂重新布置，香火燃起，空气中弥漫着沉重的阴香味。林一凡望着供桌上的祖父遗像，心底的疑问越来越深，这一次真的能结束吗？午夜时分，林一凡独自坐在灵堂前，凝视着祖父的遗像，脑海中浮现出无数画面。忽然他注意到灵堂内的镜子微微晃动了一下。林一凡皱起眉，缓缓起身走向镜子，心中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。镜子里映出了灵堂、烛火、祖父的遗像，还有一个站在他身后的黑色身影。林一凡的心脏狂跳，他猛地回头，身后空无一人。然而当他再次看向镜子时，那道影子依旧在，他离他更近了，近的几乎能感受到呼吸般的凉意。他的手指微微颤抖，试探性地伸向镜面，指尖刚触碰到冰冷的玻璃，镜中的自己却没有同步动作。镜中的林一凡依旧站着不动，脸色惨白，嘴角微微张开，像是在说着什么。他回来了。瞬间一阵阴冷的寒意席卷全身，林一凡倒退一步，冷汗直冒，胸口剧烈起伏。镜子里的他嘴角缓缓裂开，露出一抹僵硬的笑容。够了！林伯的声音猛然在身后响起，他手持念珠狠狠地砸向镜子，啪，镜面碎裂，
黑影瞬间消散。林一凡喘着粗气，看着地上的玻璃碎片，碎片中的倒影依旧诡异扭曲，仿佛有什么东西仍在窥视着他们。林博，你必须告诉我真相。林一凡声音沙哑，眼神坚定。林博叹了口气，终于开口：3年期满，他的怨气也该散了，可如果他还在，就说明他的仇未报。仇？林一凡皱眉，你到底隐瞒了什么？林博的目光沉重，你祖父并不是阿平死去的原因，真正害死他的人是你的父亲。轰！林一凡脑中仿佛有雷鸣炸裂，整个人呆住了。什么？他的声音颤抖，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林博缓缓闭上眼，低声说道：你父亲当年为了家族利益，逼迫你祖父娶另一门当户对的妻子，他们联手设计让阿平消失，但他的怨魂一直徘徊在这个家族里。3年丧期本应是他魂归的最后期限，可他不愿走，因为他的仇还没有被偿还。林一凡的脑海里闪过一连串画面，百日记的哭声，墓碑上的字，窗外的鬼影，一切都指向了这个被掩盖的真相。他不是在找祖父，他在找他父亲。就在这时，左闸外传来砰砰砰的敲门声，沉闷而急促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用力叩击大门。众人脸色大变，他来了。林博声音低沉，门外风声呼啸，纸钱在夜色中飘荡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湿泥味，像是从墓地深处传来。林一凡缓缓走向大门，手指搭在门栓上，手心渗出冷汗。你要做什么？林博惊呼。林一凡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：我要结束这一切。他猛地推开门，门外一个穿着旧式长裙的女子静静站在风中，脸色惨白，黑色的长发无风飘起，嘴角微微张开，露出一丝冰冷的笑意。林一凡颤抖着开口：阿平。女子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缓缓抬手指向了他身后的方向。林一凡猛地回头，他的父亲正站在灵堂门口，脸色惨白，嘴唇微微颤抖。不是我父亲的声音颤抖，步步后退。阿平的身影缓缓逼近，黑影覆盖在他身上，一声凄厉的尖笑在夜色中响起。还我命来！电光闪过，天地间骤然狂风大作。风暴过后，灵堂内恢复了平静。当众人再看向供桌时，祖父的遗像已经恢复如初，而林一凡的父亲跪倒在地，脸色苍白，嘴里不断喃喃低语：他走了。他再也无法开口解释什么，因为他已经知道债已经偿还。林一凡走到镜子前，镜中的自己恢复正常，眼神不再迷茫。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他无意间瞥见镜子的最深处，一道淡淡的黑影依旧未曾完全散去。来生再见。一个微不可闻的声音在空气中轻轻回荡，风吹灭了最后一根香烛，夜色沉入无尽的黑暗。3年继后的祖宅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或许只是表面上的。林一凡的父亲自那晚后仿佛苍老了10岁，整日闭门不出，眼神空洞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恐惧吞噬。林博不再提起阿平的事，家族里的人也都默契的沉默，仿佛一切从未发生。但林一凡知道，有些事不会因为沉默就消失，因为他清楚地感觉到，每当夜幕降临，祖宅的空气中仍然有股阴冷的诗意，仿佛某个看不见的存在仍在某个角落里静静注视着他们。林一凡没办法让自己就此释怀，他翻遍了祖宅的老书柜，终于在一只落满灰尘的铁盒里找到了一张泛黄的契约书。契约的纸张已经发脆，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模糊的字迹：阴阳气力，血债血偿，长者方得安息。下方有2个签名，一个是祖父的名字，另一个却是阿平。林一凡的心猛地一沉，他们之间曾有一纸契约，阿平明明已经死了，他是如何签下这份契约的？他的指尖微微颤抖，翻到契约的背面，却发现那里赫然写着另一行令人头皮发麻的字：契约未完，债未偿清。瞬间，一阵无法言喻的冷意沿着脊背爬升。如果债已偿清，为什么契约仍然存在？林一凡的手猛地收紧，内心浮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：阿平真正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他的父亲，
而是整个林家。这不仅仅是一场复仇，而是一场深埋多年的诅咒。这天夜里，祖宅的风声格外低沉，像是无形的哭泣声在黑暗中回荡。林一凡失眠了，他坐在书桌前，盯着那张契约，眼神深沉。他知道自己必须做个了结。就在他伸手想把契约合上的一瞬间，窗外突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，咚咚咚，声音不大，却沉闷而有节奏。林一凡的心跳猛地加快，已经这么晚了，会是谁？他缓缓起身，走到窗前，透过微开的窗缝向外看去。院子里，一个穿着旧式长裙的女子正静静地站在枯树下，黑色的长发遮住了她大半张脸。微风拂过，她缓缓抬起头，露出一张苍白的脸庞，眼神空洞，嘴角微微开合。林一凡的呼吸瞬间停滞，是阿平，他在看着他，他还在等着偿债，终极选择，偿债或逃离。林一凡的手死死攥紧契约，额头上冷汗直冒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，这份契约不只是祖父与阿平之间的，他牵扯的是整个林家。而现在，他作为家族的继承人，必须做出选择，毁掉契约，彻底摆脱阿平的纠缠，但代价可能是未知的诅咒。履行契约，接受命运，或许能让家族真正得以安宁。窗外，阿平静静站在夜色中，等待着他的决定。林一凡缓缓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最后伸出手，按在了契约上。翌日清晨，祖宅恢复了平静。林博走进书房，却发现桌上摆着那张完好无损的契约，而林一凡已经不见踪影。他猛地冲出屋子，四处寻找，但院子里空空荡荡，仿佛昨夜的一切都未曾发生。林一凡消失了。林博的手颤抖地拾起契约，眼神一触及上面的字迹，整个人猛地一僵。契约上赫然多了一个新的签名，林一凡。风声吹过，林博的心沉入无尽的黑暗。他颤抖着抬头，看向祖宅门口，晨光照耀下，院子的枯树下多了一座新坟，墓碑上刻着林一凡之墓。多年以后，林家终于摆脱了祭三桑的阴影，祖宅被废弃，家族搬离。林博在世时从未再提及关于那场诅咒的任何细节。然而每逢农历7月，村里总有人传闻，在那座废弃的祖宅里，夜深人静时，烛光会无风自燃。灵堂的镜子里，偶尔会映出一个模糊的男子身影，静静地站在供桌前，注视着那张泛黄的契约。他像是在等人，等着某个未完成的约定。